法国有巴黎凯旋门，霹雳则有怡保凯旋楼。树立在怡保市中心地带的凯旋楼曾经相当辉煌，但是这栋大楼却因为一场一尸两命的车祸而著名。从那之后，这栋楼就经常传出一连串的灵异事件。Hello， 大家好，我是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小南。这栋凯旋楼位于霹雳州怡保的某个十字路口旁，是一栋拥有4层楼高的角头店铺建筑。该楼顶端的设计是曾经充满中华泰式风格的水杨灰雕栏玉砌。由于其色彩缤纷的外观，加上树立在车水马龙的大路旁，因此相当引人注目。但如今的凯旋楼已经空置多年，经久失修而褪去了当初的光彩。据说在80年代这里发生了一起恐怖车祸。当时一位孕妇在前往位于凯旋楼底层的餐厅打包食物，却不幸遭到一辆失控的巴士撞上，因而造成该孕妇一尸两命。自此，这栋楼就经常传出各种灵异传闻。传言事发后不久，曾经有道家师傅前往车祸现场进行招魂、超度等仪式，并指说该名毙命的孕妇因为怨气太重才会逗留在此处，并坦言在这里营业的泰国餐厅因为没有获得他的同意而进行装修，所以才会面临生意亏损，没多久就结束营业的下场。另外，也有一些曾经在这里工作的员工透露，当他们在夜晚放工时段经常会感觉到一种冷冰冰的压迫感，有时还会听到诡异声，甚至会闻到蛋炒饭香。据悉，当年被撞死的孕妇就是在这里打包蛋炒饭。曾经有不少商家租用凯旋楼作为各种营业用途，其中最著名的是泰国餐馆。据说那里的员工经常会听见小孩玩耍的笑声，也试过收工后的隔天回到厨房时发现餐具竟然被搞得乱七八糟。不止这样还有其他业主是初期租下该地作为服装店，当时服装店的老板以大约1000令吉租下店铺。由于老板是外地人，根本没有听说过其他人提起有关这栋楼的事情，所以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租下了。第一天搬进去的时候，老板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直到搬进去的1个星期后，才发生了第一次的灵异事件。当天下午，老板就如往常的收拾着刚到的服饰，突然间，他眼角间注意到楼梯旁闪过一件深红色衣袍，就像红酒一样的颜色穿在一个女人身上。那女人凝视着他，正当他定睛一看，那个女人却消失不见了。这让当时的他以为是楼上的租客经过，所以没有多加理会，就如往常一样继续收拾着这个衣服。随后，他来到门口楼梯处，才发现地上有许多女人刚洗完澡梳头掉落的这个头发的脱落好像朝向楼梯的上层，于是他便随着那头发的踪迹一步步走上楼梯。步伐越远，掉落的头发越多，最后万万没想到，楼顶竟然是个阴暗的客厅，地面上全是女人的头发，吓得他赶快下楼关店回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这服装店的门口就经常出现女人的头发，怎么扫也扫不完。然而诡异的事情陆续发生。这间服装店开业的第2个星期，有位客人上门来退回衣服，并表示他自从买了这里的衣服后，每晚都发噩梦，梦里一直有一个神情哀怨的红衣女人说衣服都是属于她的，要她还回来。吓得那位客人赶紧把衣服退回，连退款都不要了。更离谱的是，服装店里的东西有时候会突然不见，然后都被发现藏在楼梯口的角落里。这种种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导致老板不得不搬离。搬离前，他还把所有的衣服留在楼上，供给那位红衣女人。老板把各式各样的衣服都送给她，希望她不会再下楼干扰其他住户。
虽然外观看似雄伟的凯旋楼陆续吸引了不同的商家前来租用，例如华人餐厅、脚底按摩中心、电脑店、家具展览店等等，但都无法长久营业。一段短时期租用后，都草草结束生意。无论是什么店都经营得一败涂地。据说在这些店铺营业期间，发生了连串诡异惊魂的怪事。甚至曾遭不明物体多次惊吓跑上门光顾的顾客，再加上建筑对正交通灯和十字路口左右两旁都没有能停泊的这个车位，这样一来生意自然一落千丈。尽管各家老板费尽心思把店面布置得十分精致，也无法让客人留步。原本处于绝佳风水地段的店铺，在这样的情况下也保留不了长期的租用者，最后导致整栋凯旋楼丢空多年。如今你可以看到，在凯旋楼建筑后上方挂着了一个牌匾，里面写的字令人毛骨悚然。住在怡保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有机会到这个凯旋楼附近，不妨去看一看。这个牌匾上清楚地写着几个广东大字：睇耐啲，台停休的。听说这是楼主和死去的孕妇达成的协议，希望每个路人经过都可以有机会看到穿着漂亮衣服的她。然而牌匾上的字其实应该从右读起，为小有亭台一耐看。这个牌匾暗藏玄机，从左读起和从右读起意思却有着天壤之别。至于这位楼主，便是现今白云寺禅修林主持李天林。不过早在2000年这栋凯旋楼就已经被卖出了。时过境迁，当他再次提起凯旋楼时，还是有意要收购这栋楼，并表示若和凯旋楼有缘将会把它用来发展成佛菩萨师父修行以及传承佛学的地方。其实早在1991年李主持路过此处，并被凯旋楼的外形所吸引，于是在机缘巧合下购买了这个楼宇，之后将之重新装修。虽然李主持是在购买后才听说该楼曾发生过车祸的事件，但他认为那是以前的事，不应该再被鼓吹。于是他着手将底层打造成泰国餐馆，2楼为咖啡厅，3楼为其办公室。由于本身和佛有缘，因此决定将4楼打造成供奉观音的地方。在他营业泰国餐馆时段，生意每个月都有赚钱，只不过是他打算将餐馆移至泰国，才选择了停业。事后，他把凯旋楼出租给一名香港人用作婚纱店以及其他租户，像是电脑店保安公司等，但都不曾听闻他们提起有关的灵异事件。一直以来坊间流传不少诡异事情，例如电脑半夜在空中漂浮，导致该电脑公司停业搬离，但事实并非如此。李主持声称，该电脑店租户主要是售卖50台电脑而已。电脑店租户原定的计划是只租用2个星期，但在预料之外他们的生意太好了，并在1个星期内完成了销售目标，因此提早搬离了。事实并非是鬼魂作祟。他曾披露，有人指曾经有一只狗从4楼往下跳，但却没有毙命，同时还不断重复相同的动作，为那些鬼神之说添加了不少色彩。然而，在他拥有该栋楼的10多年间，并没有遇见过任何鬼怪之事。此外他的1年级女佣在该处住宿了9年，也毫无怪事发生。至于挂在4楼牌匾的字句“小有亭台一耐看”，则是出自李主持的手笔，灵感来自于当时他站在凉亭处，希望路过该处的人在观看凉亭时可越看越自在，凉亭也因此越看越美观，因此才有了上述的牌匾。只是没想到后来字句被误传，使得凯旋楼更为诡异，李主持也只是一笑置之。如今关于凯旋楼的灵异传言依旧热烈，虽然该楼矗立在市中心一带，但被空置多年，至此便有了怡保鬼楼之称。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南。牛年新春到来，在这里给各位观众朋友拜一个年，祝你牛年大吉，喜气洋，牛头洋洋好运来，牛眼圆圆看祥瑞，牛须翘翘钱满园，牛身摆摆夜登高，牛尾少少体健安，牛身正正金欢园。最后祝愿你新的一年牛年多财气，旺牛在运福满天，新年快乐，恭喜发财，发啦！